而美军针对南海以及台海动作频频，这早已经不是新闻。3月15号，美日2支两栖作战部队在静冈县东富市演习场向媒体公开了运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快速兵力投送的岛屿作战演习。该演习由日本水陆机动团第1水陆机动连队长佐开雅史上校与美海军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指挥官迈克尔·纳科尼兹大校共同指挥，规模上千人。其中，日本水陆机动团出动400多人，美海军陆战队出动600多人。深圳卫视特别观察员毛峰在现场了解到，美日此次演习直接指向所谓钓鱼岛有事和台海有事。我还在现场观察到，那么日美的指挥官都明确指出，这次演习对于应对周边地区可能发生的各种紧急事态具有重要作用。那么这里强调要应对一切周边事态的军事危险，说白了就是要防备和应对台海有事。毛峰还指出，尽管美日经常进行两栖夺岛演习，而日本自卫队投入鱼鹰运输机与美军鱼鹰运输机共同展开兵力投送演练还是第一次。从独家画面可以看到，当天上午进行的登陆离岛演习中，一架陆自的鱼鹰率先着陆，大约10名水陆机动团队员落地后分散部署，持枪警戒。在确保安全后，2架美军鱼鹰搭载登陆部队抵达。现场观察来看，那么前期的警备侦察呢，是由日本水陆机动团来担任。那么美日呢展开共同的指挥，使用相同的装备和联络信号。那么今后还可以做到，就是日美相互搭载对方的鱼鹰，实现互通共用的联合作战。分析认为，此次演习也是美海军陆战队遂行远征前沿基地作战的重要一环，也就是兵力快速投送。鱼鹰最大的优势在于飞行中可变动轻转机翼，从而既具备直升机的垂直升降能力，又具备变换成为固定翼运输机高速飞行的能力。由此，鱼鹰克服了一般直升机航程短、速度慢和固定翼运输机必须依靠起降跑道的缺陷，成为兵力快速投送的新型军用运输机。鱼鹰作战投送半径可达600公里，且可进行空中加油。经一次空中加油，作战投送半径就可达1100公里。由此计算，鱼鹰如果以冲绳为基地，足以直飞台湾全岛。而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冲绳的第31海军陆战队第4联队和第1海军陆战队航空团，也已经将原来的24架 CH-46海上骑士运输机全部换装为鱼鹰运输机。美国第31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部队，那么简称是31 MEU。那么它主要执行的是两栖作战和特种作战。那么它的战力非常强悍，战斗的经历也比较丰富。包括像31 MEU 呢，它曾经参加过伊拉克战争和费卢杰战役。那么越战以后呢，就常驻冲绳。那么它主要面向的是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两栖作战任务。当然，它有时候也会根据特殊的需要，被临时调派到全球执行特殊的作战。